这个男人将中国速度带进围场，让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他明明可以继承千万家产，却偏偏靠实力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。欢迎来到车坛故事，本期为你解锁中国第一个 F1 车手周冠宇。2004年 ，F1 第一次将比赛带到中国上海国际赛场上的轰鸣引擎，吸引了无数国人的关注，也让年仅5岁的周冠宇第一次感受到赛车的魅力。恰好周冠宇的家境也非常殷实，父亲十分支持他的赛车梦想，并花费1200万修建了以冠宇命名的卡丁车赛场。周冠宇也十分争气，10岁便包揽全国卡丁车锦标赛8站的全部冠军，获得了最有潜力车手称号。然而，国内赛车在当初处于起步阶段，缺乏成熟的培养体系。为了不在起跑线上落后，13岁的周冠宇毅然只身远赴海外，开始了异国之旅。由于语言、训练和技术理念的不同，他总是落后于人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而是用远超常人的训练量追上了同龄人的脚步。仅半年后，他就拿下了卡丁车锦标赛14至17岁组别的冠军，并和法拉利青训签约，成为入选 F1 青训队的第一人。但这只是周冠宇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打开方程式赛车的大门，还要一路过关斩将。首个 F4 赛季获得年度亚军，升入 F3 后获得了中国在 F3 赛道上的历史首冠。但在他即将腾飞之际，却被队友连续撞车，导致无法完赛。而他的队友正是车王舒马赫的儿子米克舒马赫。作为巨星之子，米克享受着联盟的关照，但周冠宇并没惯着他，直接在社媒上公开指责。作为车手，胜利是他唯一关注的东西，也不会因他人的阻挠而停下脚步。接下来的 F2 赛事，周冠宇更是在银石赛道留下了至今无人超越的速度记录。2021年，周冠宇终于凭借自身的积分和努力，赢得了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签约，正式成为第1名登上 F1 围场的中国车手。从这一刻起，周冠宇在赛道上的每一秒都在创造历史。22年巴林站，周冠宇完成了 F1 首秀，并以第10名完赛，成为 F1 历史上第66名首秀就获得积分的车手。最终以17场完赛6个积分当选年度最佳新秀。随后的23赛季，周冠宇更进一步，匈牙利站以第5名刷新个人最佳成绩。在巴林与日本2次斩获最快圈速，但车队性能的大幅下滑令他也无力回天。到了24赛季，奥迪收购了他所在的索博车队，导致内部剧烈的人事动荡。周冠宇不仅失去了赛车性能的支持，甚至在比赛策略与后勤维修上也孤立无援。周冠宇即使拼尽全力，依旧在多数比赛中排名垫底，甚至屡次被要求退赛，度过了苦涩的1年。但苦涩之中仍有喜悦的回甘。4月份的中国大奖赛，周冠宇以第14名顺利完赛。当他走出赛车，迎接他的是数万观众的欢呼，那一刻他潸然泪下。此时距离他第一次爱上赛车刚好过去了20年。赛季结束，周冠宇选择离开索博车队，并加盟法拉利车队，成为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的替补车手。这意味着他将暂别围场正赛，但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。相信这位中国赛车的开拓者将带着更快的速度回归，而他的故事也将激励更多的国产车手以围场为目标，创造更多历史。